大家好，我是小 V。过去48小時，中東局勢連續反轉了3次，而且一次比一次詭異。第一次，特朗普突然釋放信號，說和伊朗的談判進展順利，美伊正在接近一個新的階段性框架。很多人一看，以為中東終於要降溫了，結果第二次反轉馬上來了。就在同一天，美軍又宣布對伊朗南部目標發動所謂自衛打擊。打擊目標包括導彈發射點，還有疑似布雷船只。大家一下就懵了，這到底是要談還是要打？第三次反轉更有意思，10幾個小時後，盧比奧又出來說，霍爾木茲海峽無論如何都必須開放，美伊協議還要繼續談幾天。你看，市場反應最誠實。布倫特原油先因為談判預期大跌，隨後又因為美軍打擊的消息快速反彈，連資本市場都看不懂美伊到底是在走向停火，還是邊打邊談。但真正被這波操作震到的不是伊朗，也不是華爾街，而是以色列。因為美國現在最急的是讓霍爾木茲通起來，讓油價降下來，讓戰爭別繼續燒到自己身上。但以色列要的不是止血，而是繼續壓住伊朗的核能力、導彈能力，還有外圍武裝。更關鍵的是，美伊這邊還在談，以色列已經先在黎巴嫩方向動起來了。所以真正的問題來了，美國踩了剎車，以色列會不會反而繼續加碼？特朗普當然會說自己贏了，因為伊朗如果交出部分高豐度濃縮鈾，他就能對外宣稱自己壓住了伊朗核問題。而且美媒還爆出一個細節，高豐度濃縮鈾不一定直接交給美國，也可能通過中國、俄羅斯、土耳其、巴基斯坦這些第三方來處理。這樣美國能拿結果，伊朗也能保面子。但伊朗也不是白交，他要換的是制裁鬆動、石油出口空間和經濟喘息。所以這不是單方面贏麻了，而是雙方都在拿自己最能宣傳的部分對內包裝成勝利。美國原來的目標根本不是拿走一點核材料，而是想一次性壓住4件事：伊朗核計劃、導彈威脅、地區武裝網絡，還有霍爾木茲這條能源大動脈。可是現在談判桌上最優先處理的只有一件事，先抓緊把霍爾木茲這個最危險的阀門拧回去。這說明美國已經偷偷把勝利標準改低了。原來美國想要的是大滿貫，最好一次性把所有問題都摁住。但現在更接近現實的目標是先處理高濃度鈾，先清雷復航，先讓油輪重新趕走這條線。至於導彈項目、地區武裝這些更硬的問題，第一階段很難一次性解決。所以這不是美國什麼都沒拿到，而是美國已經拿不動更多了。過去美國在中東最喜歡講懲罰，誰不聽話就制裁誰，誰挑戰美國就打誰。但現在它變現實了，因為霍爾木茲一堵，油價、通脹、航運成本、美軍風險還有選民情緒都會一起壓回來。美國的中東邏輯正在從懲罰對手變成控制成本，不是它突然變善良了，而是美国在中東的舊霸權已經開始被成本反噬。原來想讓伊朗跪下，現在只要伊朗把霍爾木茲打開，美國就能对外說，你看我穩定了中東。這不是勝利，這是止損。那特朗普就不怕國內鷹派罵他嗎？怕呀！所以他最精明的地方不是談判本身，而是給協議重新命名的能力。如果這份協議叫對伊朗讓步，美國鷹派會立即炸鍋；但如果它叫中東歷史性大和平，支持者就有了台階。所以協議框架剛一曝光，特朗普馬上把亞伯拉罕協議搬了出來。他不只想談美伊，還想把沙特、卡塔爾、巴基斯坦、土耳其、埃及、約旦都拉進來，做成一個更大的中東和平框架。甚至連伊朗他都暗示未来也可以加入。這不是單純的外交理想，這是政治包裝。特朗普不是在解釋協議，他是在給協議換一個能賣出去的名字。同樣一件事，如果叫對伊朗讓步，那就是軟弱；如果叫中東大和平，那就是里程碑式的成果。特朗普又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把自己包装成中東和平缔造者，可这種話術可以騙選民，卻騙不了真正要上桌買單的中東國家。因為對中東國家來說，承認以色列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真的要付政治成本的。
巴基斯坦已經明確拒絕被拉進這個框架，沙特的態度也很清楚，沒有不可逆轉的巴勒斯坦建國路徑，沙以關係正常化就很難推進。特朗普想拉整個中東給他的協議背書，但很多國家並不願意無條件借這個球。他以為把棋盤做大就能掩蓋妥協，但棋盤越大，漏洞越明顯。伊朗核問題沒有徹底收口，導彈問題沒有徹底解決，以色列的安全焦慮沒有消失，巴勒斯坦問題也沒有被繞過去。這份協議最危險的地方就在這兒，真正難啃的骨頭一個沒啃完。特朗普已經先把和平的招牌掛起來了。特朗普忙着給自己的協議貼金，另一邊最難受的其實是以色列。但別再簡單說以色列被美國拋棄了，以色列真正的痛不是美國跟伊朗談判，而是美國第一次把打開霍爾木茲、穩住油價排在了徹底削弱伊朗的前面。對美國來說，只要海峽通了，油價穩了，美軍少冒險，特朗普就能拿着這份階段性成果去講勝利。可對以色列來說，現在可能正是壓制伊朗的最佳窗口。美國想先止血，但以色列想趁伊朗還沒完全恢復，把核能力、導彈項目和外圍武裝一起鎖死。只要這些問題還在，這就不是和平，而是伊朗重新喘氣的機會。這才是美以之間最根本的裂縫。美國要控制成本，而以色列要解除威脅。以色列過去以為自己坐在駕駛艙，現在才發現，美國真正要改航線的時候，他連方向盤都摸不到。美伊談判越往前推，以色列就越清楚自己的安全訴求正在被放到更靠後的位置。這不是美以翻臉，而是目標錯位。美國想先止血，先開海峽，以色列卻想趁窗口期徹底解決伊朗威脅。表面還在握手，背後早已經開始各算各的賬。那以色列會就這麼認了嗎？當然不會。接下來最危險的不是美伊簽不簽協議，而是協議越接近，以色列在外圍戰線制造壓力的衝動就越強。以色列不只是高概率會繼續出手，黎巴嫩方向其實已經開始升溫了。這說明以色列不會坐等美伊協議落地，他會用外圍戰線提醒美國，別把伊朗問題過早翻篇。第一條線就是黎巴嫩真主黨。真主黨是伊朗插在以色列北部的一把尖刀，打真主黨既能削弱伊朗外圍力量，又不至於立即升級成以色列和伊朗本土全面開戰。以色列近期正在加大對真主黨目標的打擊，內塔尼亞胡也公開強調要繼續加大力度。這正好印證了一個判斷：如果美伊談判越接近，以色列最先加壓的大概率不是德黑蘭，而是黎巴嫩。第二條線是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朗軍事網絡。這類行動更隱蔽，也更容易控制烈度，打軍火庫、無人機基地、軍事顧問，目的不是立刻開戰，而是不斷提醒美國，伊朗的威脅還沒有消失。第三條線是情報戰、網絡戰以及針對核相關鏈條的定點破壞。如果協議真的讓以色列覺得紅線被踩了，他未必會派戰機去轟炸伊朗核設施，但很可能在情報洩露、網絡攻擊和定點破壞上加碼。更重要的是，內塔尼亞胡現在事無不齊，以色列議會已經推進了解散議會的初步程序，提前大選可能在9月到10月之間舉行。他本人還面臨長期腐敗案審理，對他來說，外部安全壓力和內部政治壓力已經綁在了一起。所以以色列未必會掀翻整張桌子，但很可能會在外圍戰線繼續出手。他未必真的想讓美伊協議徹底破產，但他很可能會用行動提醒美國，別忘了，以色列的安全焦慮還在。別以為打開霍爾木茲，中東問題就解決了。最後，我想說，這輪美伊談判真正暴露的，從來不是中東和平馬上要來了，而是美國和以色列這對曾經最親密的盟友，目標開始明顯錯位。美國想把階段性協議包裝成歷史性勝利，以色列卻擔心自己被擠到桌子下面。協議越接近，市場越樂觀，以色列就越焦慮。接下來真正值得盯的，不只是美伊協議什麼時候簽字，而是黎巴嫩、敘利亞、伊拉克這些地方會不會成為下一輪的升溫起點。協議文本解決的是桌面問題，外圍戰線暴露的才是真正沒談完的矛盾。這不是和平已經落地，這是中東進入了一個更微妙的階段。大國開始算成本，盟友開始怕自己被重新定價。你覺得以色列會不會把局勢再推高？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
關注小 V，跟我一起見證100年未有之大變局。我們下期見。